大家好，我是 Tony。我今天的敬老卡之旅要繼續走台北新四國片路的行程。今天要走的是第2段行程，從台北善導寺這邊出發，一路走到圓山的臨濟護國禪寺，沿途造訪從第7番到第18番的石佛。善導寺原稱淨土宗台北別院，1895年開山師橋本定沖就隨日本軍隊來到台灣，在台北城內設立布教所。那1907年，因為市區改正，所以將布教所遷至圓山公園內的圓山中文堂。後來在1925年台北新四國片路引進台灣的時候，其中的15、16、17、18番就設立在圓山中文堂。1926年淨土宗布教所遷為台北市區的現址，不過當時石佛並沒有隨着遷回本堂這裡。1938年啟用的善導寺本堂是一棟優美的日式建築。1988年，台北市政府打算將善導寺本堂登錄為歷史古蹟，不過就在古蹟審查前一天，四方火速地將本堂拆除，後來改建為10層樓的大雄寶殿。那我現在就從善導寺出發，開始我今天的台北新四國片路的第2段行程。我現在走往林森北路，第7番石佛就位於日本時代大正町的大正公園。大約就位於林森北路、長安東路交界處的東南側。不過當然，石佛現在已經不在了。今天只是去造訪遺址。林森北路，現在這裡要興建台灣台北地方法院，這邊的月台要進行拆遷工程。前面是市民大道，這裡有車站的標誌。不過往事只能回味了。我現在即將從日本時代的華山町要進入大正町了。華山公園，華山之名源自華山。社區地圖，原大正町範圍，台北車站以北最具規模的日本人住宅區。大正町從南而北分為1丁目、2丁目、3丁目3個區域，總共9條街道。那1條通就是市民大道，4條通後來拓寬為長安東路。昔日的大正公園大約就位於現在的林森北路、長安東路一段這個區域。大正町因為是日本人住宅區，所以有濃濃的日式氛圍。戰後日本人來台做生意，特別喜歡到大正町這邊來逛逛，所以後來這裡就發展為條東商圈，從1條通到9條通，巷弄裡面有非常多的酒吧、夜店，也成為台北很著名的華燈初上、歌舞升華之地。不過我年輕的時候是沒來過，現在當然還是台北市蠻有日式氛圍的夜店，特別是在6條通，算是台灣酒吧文化的代表街道。這條巷子就是2條通，這是3條通，旁邊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山教會，是日本時代大正町少數保存至今的建築物，現在是歷史古蹟。長安東路一段4條通，大正公園就在這個區域，現在已經不留任何遺跡了。這裡有空地，這是大正公園的老樹嗎？既然石佛已經不留遺跡，我就把馮京當馬良，就在這裡見證日本時代曾經有過的台北新四國片路88所石佛第7番的位置。那接下來我要前往日本時代三橋町三板橋日本人公墓的葬儀場，那裡是8、9、10三尊石佛的位置，就是現在的林森公園還有康樂公園。這是上午7點鐘的長安東路一段。中山基督長老教會
市定古蹟，原日本时代大正町教會，完工於昭和12年。我繼續步行林森北路，這是5條通，這是6條通。聽說6條通最有名，我進來逛逛。6條通有名，應該是晚上有名，白天看起來像是尋常巷弄而已，只能從招牌想象一二。我抵達中山北路了。我從7條通走回林森北路。我回到林森北路了。8條通。這是9條通。康樂公園，對面是林森公園。這2座公園都是日本時代三板橋日本人公墓。林森公園，這個位置大約就是當時三板橋的葬儀場的位置。這是岳武穆王銅像，岳飛銅像。據說後來在這裡建立這座銅像，是因為這裡原來是葬儀場，所以讓岳飛來這邊鎮一下陰氣。那後面的公園就是以前日本人公墓，前面那裡有2座墓園鳥居，是三板橋日本人公墓重要的歷史遺跡。前面右側大鳥居就是原明石元二郎總督墓冢前的鳥居。這座小鳥居經比對推測，應為連田正威的墓冢前的鳥居。連田正威是明石總督任內的秘書官。明石元二郎病逝於1919年，是那一年全球1800萬死於西班牙流感的受難者之一。明石元二郎是日本時代唯一死後葬在台灣的總督，不過他長期被人遺忘，因為1949年以後，因為國共內戰失敗，有100多萬的軍民逃難到台灣，很多難民就在三板橋日本人公墓這邊搭建違章建築，作為臨時的安居之所，所以後來形成大片的違章建築。幾十年之後，台北市長陳水扁收回這邊的公有土地，拆除違章建築，人們才驚訝地發現，這裡有一座被遺忘的日本時代台灣總督的墓冢。後來明石元二郎的墓冢被遷移至現在3支的基督教墓園，這裡經過整理之後，就成為林森公園，還有康樂公園。台北新四國片路的8番、9番、10番石佛，就位於葬儀場附近。現在已經完全消失了，不知流落何處。接下來我要前往圓山公園，那是日本時代淨土宗圓山宗魂堂的遺址所在。這是新興百貨，在這裡左轉長春路，前面是中山北路2段，中山北路2段。原日本時代刺史街道，這是市定古蹟蔡瑞月舞蹈研究社跳舞咖啡廳。現在8點10分，還沒有開放。我繼續步行中山北路，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撫順公園、大同大學、花博爭艷館、原中山足球場、日本時代圓山公園運動場。前面這裡就是日本時代圓山公園。圓山公園也是重要的考古遺址。1896年，國語學校的宿野傳之丞老師在圓山拾獲一件史前石器，而引起了當時日本考古學家的興趣，而展開了一系列在圓山的史前遺跡調查。遠處那裡是臨濟護國禪寺。而這裡大約就是日本時代圓山忠魂堂的遺址。當時台北新四國遍路總共有8尊石佛是在這附近，其中11、12、13、14番是在臨濟護國禪寺，那15、16、17、18番石佛是在圓山忠魂堂。圓山忠魂堂屬於日本淨土宗，當時為什麼設置在這裡呢？因為在日本時代初期，這裡是陸軍共同墓地，所以當時淨土宗在這裡設立圓山忠魂堂，以操念這些陣亡的日本將士。當年的圓山忠魂堂已經不留任何遺跡了，不過4尊石佛有2尊保存下來了，現在放置在臨濟護國禪寺裡面。這是原日本時代陸軍共同墓地。後來在1897年規劃為台灣第1座公園——圓山公園。臨濟護國禪寺，當年臨濟護國禪寺的11、12、13、14番石佛，後來14番不見了，只剩11、12、13，再加上圓山忠魂堂的2尊，總共5尊。然後還收留了台北新四國遍路其他地方的4尊石佛。算是現在台北新四國遍路僅存的最密集的石佛景點之一。這是江戶時代風格的鐘樓。這是著名的大底石，1919年發現，為史前石器。臨濟護國禪寺是日本時代唯一擁有護國字號的禪寺，因為它是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所倡議興建的禪寺。這是市定古蹟臨濟護國禪寺大雄寶殿，是全台唯一保存良好的仿南北朝形式的木造佛寺。大雄宝殿散發出濃濃的木頭香。石佛在前面的山丘上，這尊石佛是歷史更悠久的東魏造像碑，曾經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北朝佛教石雕藝術展展出。前面的廣場，這邊總共有9尊石佛。這是78番石佛，原本位於新北投。這是五重石塔。這裡有模糊的刻字。這是13番，原本就位於臨濟護國禪寺。這是18番。原本坐落於圓山忠魂堂。75番，原本位於新北投。16番石佛，原本是位於圓山忠魂堂。有些石佛都有被破壞過的痕跡。11番石佛，
原本就位於臨濟護國禪寺。80番石佛原本位於新北投。79番石佛原本也是位於新北投。這是開山德安秀大和尚塔，是臨濟護國禪寺的開山師眉山玄秀。這是大觀院殿藤原玄居大居士塔，藤原是兒玉源太郎的字號，背面刻有明治39年7月4日薨去前台灣總督陸軍大將伯爵兒玉源太郎藤原法塔。蓮芳塔為日本時代歷任住持的共同塔碑。日本時代的台北新四國遍路4天3夜的行程，第一天的行程就是從台北天後宮走到臨濟護國禪寺跟圓山中文堂這裡。那因為我是敬老卡之旅，所以體力沒那麼好，我就分2次。那今天是第2次的行程。那當年新四國遍路第一天的行程結束之後，就原地解散。那可能就是在圓山驛搭火車回家吧。然後第2天上午就在士林驛集合，然後繼續走下一段的行程。那所以我下一次就會從捷運士林站那裡出發，繼續我的台北新四國遍路之旅。我現在就要離開臨濟護國禪寺，那就從捷運圓山站搭捷運回家。我今天的台北新四國遍路之旅就到這邊結束，謝謝收看，我們下次見，拜拜。影片下方的文字資訊欄裡面有本次旅行路線的 Google 地圖網址連結，歡迎您點選網址，打開地圖作為旅行的參考。